高丽社会的特征与韩中关系。了解高丽前期东亚的国际关系，了解高丽前期东亚的国际关系和高丽的对外政策。这是11世纪的亚洲地图，10世纪是辽强盛的时期。当时东亚是确立了高丽、北宋、辽三角国际的时期。但是离开东亚，从亚洲地区来看，是多个王朝并立的时期。北宋西边有西夏和吐蕃，南边有大理国、东南亚王朝等。但是这些王朝并没有给包括北宋在内的辽和高丽带来太大的威胁。也就是说，10世纪到11世纪，东亚地区是高丽、宋、辽、金明确的实现力量均衡的时期。在此过程中，这些王朝反复对立和妥协，战争频繁发生，但是很多物品和人力交流活跃的时期。另一方面，高丽在与契丹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，为了干涉高丽内政，契丹入侵后，足足通过3次抗战，击退了契丹的攻击。结果，高丽可以学会抵抗能力，契丹不得不承认挫败征伐的高丽国力。高丽和契丹继续保持着形式上的师大关系。高丽在文宗25年以后与宋恢复了外交关系，在追求双重对外政策的同时，还可以追求实际利益。高丽在契丹强盛时，对建立金朝前的女真并进行了机密政策和征伐政策。高丽作为父母国家和皇帝国家，将女真放到了诸侯的地位。但是纪律1115年，建国并成为强国，要求高丽重称商标后，高丽以10大强国的理论，于1126年将对外政策转换为10大禁国。据推测，这是考虑到当时金国成为超越契丹的强国的国际政治现实。尽管如此，高丽在南宋对金进行10大后的1142年才接受册封，使用金的年号。这可以说是体现高丽外交慎重性的又一事例。从清兵和援兵这一军事观点来看，高丽对契丹和金的应对充分体现了高丽的实力。外交1121年，宋元收复被契丹夺走的土地，已在获胜时将契丹占据的燕云16州以外的土地和向契丹上缴的税币给金为条件与金联合，于1125年消灭了契丹。但由于宋的背叛，同盟破裂，金朝入侵，北宋灭亡。即使宋在南方重建国家，但金的战斗力占据了优势，最终建立了君臣关系，进行了和解。对此，高丽一方面知道金军的强盛，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一直维持优异的宋的请求，因此决定，如果宋的军队压制住了金，就支持宋。1128年，
高丽得到宋再次要求派兵，并解除通往金的道路的要求。对此，高丽表示感谢，但以高丽也面临金的攻击威胁，从而拒绝了参战。对于街道问题，与宋的要求相反，说明金也可能要求街道取宋，因此表示反对。高丽对1135年宋去世的援兵要求和街道要求一，如果高丽在军事上帮助宋的话，在地理位置上高丽会受到金的攻击，这样对宋也不利，为又拒绝了宋的要求，这样高丽缓解了金的压力，确保了宝州的持有权。相反，南宋对高丽感到失望，中断了国际层面的交流。